房价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，老公决定卖房了。现在卖房子的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？当时接近200万的房子，在北京边上，现在成了不到50。比房价下跌更让人揪心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在北京发生了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国家统计局本月稍早发布的数据显示，4月份房价跌幅扩大，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.12%，3月份降幅为0.08%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41%，3月份降幅为0.23%。即便是首都北京，一些楼盘的降幅也相当惊人。和大家说个扎心的事儿啊，之前通州台湖的这个小区全款50多万，现在25万，足足跌了50%，还送精装修，随时入住的现房。通州的这个小区应该是全北京跌得最惨的一个小区了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21年的时候，一套房要320万，现在开发商自砍一大刀，直降200万。房价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，老公决定卖房了。这套房子是当时为了孩子上学负债100万买的，月供5000块，贷款30年。如今孩子即将中考，老公的想法是不管未来上什么学，都坚持让他住校。这房子于我们而言也算完成了使命。当下我失业13个月，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，还要背负房贷的压力，最终还是决定卖房。我的房子318万跌到150万，我断供了，被法拍了，从此全家人走上不归路。这位网友表示，8年前房价涨得像火箭似的，身边人都说买房就是投资，闭眼买都能赚。于是她和老公咬咬牙掏空了2家老人的养老钱，又背了一屁股贷款，在郊区买下这套4居室。而此时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，她老公的公司效益不好，开始裁员降薪，她的工资直接也砍掉1/3，每个月13000的房贷就是一座大山。她四处借钱，可谁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借到的钱也是杯水车薪。刚开始断供那1个月，银行的短信电话就没停过，说再不还钱就要收走房子。我天天给银行打电话，求他们宽限几天，哪怕给我点时间把房子卖了都行。可银行哪管你这些，他们只认合同。断供3个月之后，法院的传票就寄到了家里，我和老公抱着传票哭了一整夜。法拍的过程更是一场噩梦，房子的评估价只有160万，起拍价120万。我还抱着一丝希望，觉得能多卖点钱，至少少亏点。可现实又给我狠狠一巴掌，最后房子只拍了145万，这钱还完银行的贷款、利息、罚息、诉讼费，1分没拿到，反而要倒欠银行30万。比房价下跌更让人揪心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在北京发生了。这个楼白菜价都没人要了。北京亦庄这个小区当初80万都抢不到，现在34万卖不出去了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截止到目前，北京挂牌时间1年以上的房源占比已经飙升到了26.7%，挂牌半年以上的房源占比也高达45.4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的房子并非鹤立鸡群的优质产品，那就要做好1年半载都卖不掉的准备。而这不是推测，是现实。据日经新闻报道，有数据显示，中国房地产库存相当于销量的5.4倍。再具体看这些出货周期超过1年的房子，有近60%都是总价500万以下的刚需房源，而这些低总价房子不但是小阳春成交的主力，同样也是二手房补仓的主力。无论需求多大，供给永远源源不断，越卖越多，真正好卖的反而都是那些地段足够稀缺的高端住宅。不过北京的高端住宅也没能扛住大降价。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小区是纯别墅社区吗？对，咱们这是纯别墅社区。那他之前这小区卖多少钱呀？400多个，开盘的时候400多个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400多个。今天这个业主真的是着急出售，带装修只需要140，140是吧？对，听得我都特别心酸。房东连夜降价，北京北5环独栋别墅血亏急售，售漫无，曾经的高攀不起，如今白菜价抄底。个人急售，价格好商量，只求快速出，不敢想象，建面500平，庭院350平，
终极理想居所竟遭业主含泪底价抛售。这套房子的业主真的是着急了，一降再降，降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372平米美式风格独栋，重地上2层，花园有300平米，主要集中在南侧。温哥华森林独栋别墅，业主急售，价格十分的便宜。400平米的独栋，地上2层，地下1层，花园260平。温哥华森林别墅是北京最早也是品质最高的一个别墅区项目，位于昌平5环外立汤路上，其中以独栋别墅为主，还有个别的联排别墅。这个社区很多业主都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。安居客和房天下等房产平台的信息显示，该小区的房源价格普遍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，许多独栋别墅的价格在1500万到2000万人民币之间，甚至更高。即便是联排别墅，价格也轻松突破1000万。按说买得起这种别墅的业主，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裁员降薪，还不起房贷而被迫紧急出售。但网上却出现了很多业主降价急售的消息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陆博主忐忑的可乐饼揭示了背后的因由。他日前发视频说，他的朋友打算租个别墅办公用，为了帮朋友看房，他日前来到温哥华森林别墅小区，发现很多别墅都空置了。带他看房的中介也表示，大部分的小区业主都是有国外身份的，像绿卡之类的，业主基本都是50多岁的人，多已移民海外。这个小区过去是北京流动性比较好的小区，但目前这些二手豪宅的价格几乎都跌了一半，也不好卖。据中介介绍，现在租这些空置别墅的，大部分都是用来办公的，或用来拍视频带货的，别墅里堆满了货。一些别墅因为很长时间租不出去，变得破败不堪。博主表示，他刚好碰到一个别墅的房东，简单聊了2句，让他了解到了这些富豪的内心想法。就是你会发现啊，70后啊，他们这代人实际上就2000年左右发的家，然后紧接着又赶上次贷危机、国内大放水、资产大膨胀的时代，基本上也都是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通过跟他聊啊，他所庆幸的并不是这些，而是说他的资产转移有多成功，对吧？而是说他拿到了绿卡。就你也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在这个国家所获得的所有，好像对他而言就一文不值啊。这确实让我觉得有些许奇怪。就我能想到的就是，就你看到的一切安好，是因为你接触的穷人太多了，而富人看到的和你眼里看到的东西根本就是不一样的。自动态清零管控放松后，对中共专制制度的不满就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加速移民海外。根据投资移民公司亨利&帕特纳斯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有13800名高资产人士离开，比2022年增长28%，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。该公司预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有15200名中国百万富翁迁离中国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富人移民除了政治原因，当然还有经济原因。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望京的一个美食街区，它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这栋楼呢，离着望京 SOHO 很近，它旁边的办公人群住宅也很多。之前呀，这是一个商场，后来改造成写字楼了。它的地下1层是整个一个美食街区。这栋楼离我们自己的望京店也很近。当时这个美食街区刚开始招商的时候，还跟我们联系过，想让我们来这儿开店。但是呢，因为当时离我们望京店太近了，就没有选择来这儿开店。现在来看看，真的是物是人非啊！当时刚开业的时候是非常的繁华。现在是晚上5点多，不到6点。哇，这里边人特别少，没什么人。对面那个应该是关门了，搭上围挡了。还有网友拍到北京龙湖长影天街空空荡荡，各层都有店面关张，等待招商。一名山东男子到北京朝阳区
一个3000平米的商场要饭时，正好赶上该商场消防系统改造，商户们不得不关闭歇业。山东男子竟开口安慰：“别上火，今年买卖都难做，要饭的时候不好要了。” 2025年最大的谜底就是人去哪儿了，顾客去哪儿了，14亿的人民去哪儿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去吃了个地摊，连人都看不见，商贩呢比顾客还多。到最后，地摊老板娘就跟我说，因为最近地摊都没什么人，人家都出去买菜做饭了。去买菜，菜市场老板告诉我，现在也看不到人，是不是？买菜的人也都看不见。那后来都去哪儿吃饭了？饭店呢？饭店也没人呢。作为北京人，我告诉你北京人真实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。就用我身边的朋友、亲戚和同学来打比方，家庭存款在50万以上的真的是少部分，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存款，还有一部分人是欠款的存在。家人们，有个不太妙的信号可能要来啦，逆城市化可能真的开始了，这对本就脆弱的房价又是一记重拳呀！今天咱们不聊虚的，直接上数据，看透背后的真相。先看2025年第1季度消费数据，北京社零增速负的3.3%，上海负的1.1%，广东虽然正增长2.5%，但全国倒数第5。北上广的消费集体熄火，这正常吗？按理说经济越发达，消费应该越旺，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买东西，不外出吃饭了？一个关键原因，收入在下降。这位博主说，上海2024年个税收入同比减少41亿，北京减少23.8亿，这意味着大家的工资在下降。1季度京沪个税数据虽未公布，但中国传统新年后的 AI 冲击、外贸压力下，企业降本增效、裁员降薪暗流涌动，被裁员的人可能直接就离开。消费收缩和人口流出正在形成恶性循环。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外来人口减少23万，2025年1季度地铁客流量同比下降6.1%。这些人去哪儿了？可能正在逃离北上广。人口流出直接冲击的就是租房市场。中指研究院数据，50城房租指数只有哈尔滨乌鲁木齐上涨，其他48城全线下跌。广东顺德一套房2021年租金2000，现在降到1500，还是没人租。杭州的拆迁户手握10几间房，现在也空置一大半。消费收缩，人口流出，房租下跌，正在形成闭环。总结一下，薪资下降，消费收缩，人口流出，正在形成螺旋式下跌。这样的经济环境，富人们当然会用脚投票离开中国，你觉得呢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